亏损这件事情只是去反映你的投资假设是错的，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是不好的。但是很多人会说，我亏钱，我很差。但是其实你亏钱只是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这一个判断错而已，但是不代表下一个判断会错。但是很多人都是，我亏钱之后，那我以后的判断都是错的。对，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价值、个人的价值跟这个市场的损益分开来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步调好的时候，反正你的投资跟交易的状况才会提升，因为你就是用你自己个人的心态去做交易。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最近呢股市真的很热，然后大家可能都会打开看盘软体好几次啊，早上看一次，中午看一次，晚上看一次，上厕所也看一次。然后最近的那个起伏有点大，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情受到影响。我自己多多少少会有啦，就是川普讲了什么话，或者是美股不知道为什么大跌，然后想要赶快去看新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理性上知道投资是有赚有赔啦，然后长线可能一直看好，但情绪跟我们理性常常都相反。那这种情绪被绑架的现象，大家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具备心理辅导背景的 Podcast 节目《投资心理室》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在交易路上与自己相遇的这本书的作者伟爸，来到我们节目聊聊我们在投资路上常常遇到这种心理剧场。不过我们一开始先请伟爸自我介绍一下。好，主持人好。那我想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投资与交易心理学的讲师，然后也是投资与交易心理的教练。然后我目前大概有10年左右的这个投资与交易的经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大概4年的这个投资与交易心理学的自媒体的过程中，也帮助了大概有200位以上的投资人跟交易者。那从资金是几万，然后甚至到几亿的这些操作的资金的投资人跟交易者都有遇过，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也蛮适合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改善自己的投资跟交易的心态。是你遇到这么多人，就是有关从几千万、几亿都有的人，他们在交易上，他们心理上有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怕错过吗？然后尤其像股市这么热，这种心态会更严重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在交易上？我觉得金额的大小只是说可能强度强或是弱，就是如果说好几千万或是几亿的人，他可能在亏这些钱的时候，可能已经脱离到他的月薪差很多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这可能是机构的钱，或者是就是别人的钱，或者是他自己累积很多钱之后，他可能一天亏损个几十万几百万，他可能没感觉。但是例如说他对于自己没自信，或者是说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进在最完美的地方，就是这一些其实我觉得跟一般人也是蛮像的。对。那因为我看过一些美剧啊 Billions 金融战争，对，我很喜欢。我就看那个交易室里面，他有一个专门配一个阶级还蛮高的，他就是负责辅导交易员的。金融战争我也看了大概5-6遍，然后我自己是期许我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角色，就是她叫温蒂，一个女生嘛，然后她是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部的主管，所以她同时也是在掌管就是这些交易员的考核啊，或者是心理辅导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蛮期待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角色。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在投资跟交易的过程中啊，就是自己交易员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工具。对，那可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教育里面却没有去讲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人变得更好，我们一直在学说怎么样技术更好啊，然后用什么样的这个工具啊，这个什么智慧单这些，但是对于人的提升琢磨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比较可惜。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交易员啊，然后他跟我说，其实在做交易这件事需要很好的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对，那比如说在交易的时候，他可能吃饭很快，压力很大，然后好几个小时，而且几乎是每天都处在这种压力上。然后如果身体不好、素质不好、心理健康不好，其实是容易就是会有产生一些疾病啊，然后压力病相关的东西，那听起来是有点可怕。那你遇到了这些来找你的人，他们也有这样方面的问题吗？对啊，就是通常一定会伴随着，例如说失眠啊，或是那种自我价值感低落，就是赔钱之后就会觉得，我自己好像很糟糕，或者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难再成功了，就是这种自我否定啊，或者是这种对于未来比较没希望的感觉，都会蛮强烈的。然后通常到
通常都会先亏一笔钱，然后亏一笔钱之后呢，重复的再亏钱，然后发现自己好像亏到心理状况比较受不了之后，然后才会找我，然后来问我说该怎么办这样子。那有没有那种很连续赚很多钱，然后太轻飘飘了，然后做决策都比较随便的，也会来找你？其实也会，总结来说的话，就是他会觉得结果不如他预期嘛，所以我觉得这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啊，就是很多人不管是做什么心理辅导或心理咨商，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心理有问题才应该要去。但是你心理想要变强，就是你想要达到一个更强的境界的话，也是需要做这个心理的一些，不管是心理韧性啊，或者是像有些运动员，他们也有所谓的运动的心理师，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很需要去提升他们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你自己觉得心理有问题，或是没问题，你想要到更强的状态，其实都需要。因为我也有去过那种资金规模是几亿的那种交易室去帮人做演讲。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其实他们的交易员脑袋的交易逻辑是很好的。那的确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盲点，或者是一些过去就有的一些心理的习惯啊，或者是还可以在更优化的地方。那我好奇问一下，像就是交易室这种企业里面的交易室，他们最常问你，或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个问题会是什么？通常都会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部位，但是我想要打进去，然后我打进去，但是好像效果不如预期，然后但是出来之后，结果行情又涨上去，就是错过的感觉，对，可能都是想要把一些交易的绩效提升的更高这样子，对。可是其实，在交易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其实你同时要忍受更大的，例如说回档，或者是更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问错问题，就会想说我要赚更多钱通常大家都会问这样问题，对，我如何赚更多钱，如何帮助我赚更多钱？对，但是其实我想要赚更多钱的反面是我能不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对，所以你只要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你就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就是如果说假设你的策略是没问题或是有优势的情况底下，但是我发现说很多人是我想要在现有的压力情况下赚更多的钱，我希望晚上睡得着觉，等于就现有压力嘛，然后可是要赚更多的钱，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被回答？因为我现在在念心理研究所啊，那我们的那个认知心理学或是临床心理学老师都会介绍一个认知行为的一个方法，叫做系统减敏感法。系统减敏感法，对，就是有系统的去减少你对于行情亏损的敏感。竟然有这个专有名词，对，所以其实要分成是投资训练跟投资获利。那投资训练呢，是假设说你现在能够忍受的亏损是你的月薪，假设是7万块好了，那你其实一个月大概能够忍受亏损就是7万块，那你就要测试看看7万5、8万，然后9万，就是你要去做刻意练习，就是你要慢慢的把你的部位放大。可是现在很多人是现在行情很好，所以我要把我的身家全部都压进去，对，一个月7万的亏损可能变成是一个月是可能28万4倍，或者35万，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去承受，因为你平常没有在训练承受亏损这件事情，是要渐进式的去安排一些亏损承受度的训练，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的反过来，有点像是这样，对，对，我可以亏7万，好，让我试试看亏7万5，那再亏个8万，看你扛不扛得住。对，因为这个亏损的忍受度是需要经过心理调试的。那像这些交易员的这些心理的建议跟辅导，对于一般人有帮助吗？比如说像我们观众和听众，大部分都是0050的投资者，或是定期定额、市值型、高股息都有。然后他们偶尔可能就是川普讲个什么话大跌，他可能还在加码一点。OK， 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循规蹈矩的上班族，然后配一点定期定额或是一些加码投资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刚刚有一点讲得很好，就是不是你心理出问题的时候才要去找人家辅导，而是应该是你想要变强，你想要达到你想要到达的境界，可是又要好好上班好好睡觉，那就应该可以去了解相关的事情。那对于这种人你觉得合适吗？我觉得其实一般的机构交易员跟一般的散户投资人的差别比较差别在是例如说速度跟经验，就是这些机构交易员他们对这些东西很了解，然后对于市场上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或者经验还有可能资讯都很多，所以他们去取得这些东西是很快，然后去理解这些东西也很快。但是我觉得根本的一些人性上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落差不会到太大。对，因为
其他一般散户的投资人，他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也会有一些心理素质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是适用的。在很多的投资策略里面啊，它一定会有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对，就是例如说像假设当冲好了，那它可能就是很频繁的进进出出，然后你的可能反应要快，或者是你的交易成本很高。那0050它到底会让你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要知道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那我自己觉得说时间，就是它是需要时间。大部分人就是觉得知道理性上知道0050会长期向上，那个长期一个是10年、20年，对，它维度都是年。没有月也没有季的，就是要等年以上的。对他不舒服对，很有道理。他就是他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要等很久。对，因为我们常会听到就是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嘛。那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隐形的成本，就是我其实是在用我的时间在凹这个部位的。对。那反过来讲，就是其实0050这件事情的投资，就是你其实是用时间这个成本去等这个0050这件事情，所以当它反应变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焦虑、很担心，或者是它涨得没有比别人快的时候，所以你看涨得比别人快这件事情是速度，也是跟时间有关。所以我觉得要反过来问自己说，为什么我这么急？很多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但是比较常听到的答案就是，例如说，可能我要结婚了，或者是我现在工作做得很讨厌，我现在不想再继续做现在的工作。对，我如果跟你说。你30年后会变成3000万的大富翁，可是问题是你工作，你可能3年你都等不下去，你可能3天后就想离职了。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去熬过那个时间的焦虑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问题不是等不了，而是你太讨厌现在的工作，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喜欢你的工作，或是换一个工作才对。这又回到就是说，大家都说0050要怎么报？但是我就反过来问是说，为什么你抱不住？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些不管是像工作啊，或是你家庭有急需，或是其实你个人是一个高成就倾向，就是例如说，我觉得我的年薪就是工作再加上主动跟被动的收入，希望是例如说300万以上、500万以上。那当你的主动收入不够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透过被动收入来让你达到这种高成就的状况。用这种长时间的投资的话，也许的速度并不会像你想象中的这么快。有时候大家真的是问错问题了。对。那我觉得像散户一般在投资上，除了就等不了以外，他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想要等低点，因为比较台股现在这么高嘛，然后就想说我要不要晚一点再买，等跌下来再买。可是学理都证明一件事，就是你其实不要去等低点，低点报酬率不好，可是心里这个坎就是过不去。我会从心理跟交易实务上的角度两个来去讨论这个。我先从交易跟投资的实务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点它其实都是有一种就是胜率跟赔率的分布。就是例如说第一点它可能是成本低，然后这个赚赔比也就是风险报酬比可能比较高，但是它的缺点是可能不会来嘛，所以一样就是大家要等低点也是可以。但是又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你要等多久？而且你等到那个低点，其实比你之前那个高点还要高了。有可能，也有可能。对，所以你要看你自己要等的这个低点，你能不能够承受等不到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在这边要讲一个蛮重要的概念的话，我觉得会是你要去看你在这个投资跟交易里面，你到底花什么成本，然后特别是心理的成本，特别容易会被大家忽略掉。对，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时间啊，或者是对于成就的这个焦虑感，或者对于金钱的这个焦虑感，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在做，不管是指数投资、0050这种比较长期投资会抱不住的主要原因。我们节目中还有一个最常，就是尤其是我们知道做这种题目，大家就会上面留言赞成一片，就是高股息跟市值型。对，我看过很多相关的数据，就是说其实比如说资产总报酬就是还是市值型比较好，可是高股息的人就是说，这样每个月配到就很安全感。我一直很想了解它背后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这些人会重现金流而不是重资产报酬？那到底他们的这两种人的差别和心理的安全感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差异？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做不管是心理辅导，或者是之后我想要转做心理咨商的这个部分，都会强调一个点，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好或是坏。所以我觉得在占这个高股息跟0050市值型的这个的点，其实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定义上去其实是不同的人，就是
可能高股息会觉得说我需要的是稳定感啊、确定感、安全感这些，然后市值型会觉得说啊，我整个数学上来算的话，就是我的总报酬，我的绝对值是赢的。对，所以就看你自己的心理期待，你想要哪一个。就是可是我们人的本身的设计啊，我们对于不确定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想要投这个高股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自然的，就我们对于我们演化来讲，我们对于找不到吃的，或者是对于这个生理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很抗拒的，对。但是现在大家会感受到另外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的高股息赚的比市值型慢很多，战就是在战这件事情，对。他说你觉得稳定不是稳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我刚刚讲到那个原则，就是你到底是花什么成本。特别是心理的成本，再去感受这件事情。市值型，他可能就要承受的是，例如说不确定性，或者是没有一个稳定收入的这种感觉。零股息的就要去承受的是，例如说赚的比别人少，或者是说通膨，或者是一些这种外在的物价上涨会超过他的这个状况。对，就是我觉得你的心理的成本，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到底想要哪一个东西，然后你到底牺牲了什么。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彻底的谈清楚之后呢，你再去做选择会比较好。我知道您之前有开一门课，就是有关于 AI 跟那个，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想找一个温蒂聊聊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台湾，其实我的认识的朋友圈里根本没有人可以跟你聊这种事情，对。所以你有开一门课，就是请 AI 来跟你谈谈你的交易上的心理的这些负担，好像把它当做一个倾诉的对象，甚至可以跟他讨论，就是说，你到底。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你付出的心理成本又是什么？这样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之前在5月的时候，我是在台北开课啊。那后续的话，就是7月26号有一场线上的，跟8月2号在台中有一场实体的。那它这个的重点呢是在于说，我觉得现在因为有 AI， 或者是像我贵节目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投资教育，然后这些内容，其实我们已经不缺资讯了。对，可是蛮缺的是。怎么样去客制化改善自己的状况？然后这个客制化的重点就是在于说你够不够了解你自己。所以我在这个AI 的设计里面呢，我就会把你自己个人的对于投资的心理的期待啊，你的心理状态心理期待，例如说你要多快的取得这些收入，然后你能够承担多少风险。那心理状态呢，就例如说你是不是跟你的另一半吵架啊，或者是你最近是不是因为情绪不好，或者是因为什么状况感觉有点忧郁，或者是有点冲动。就是这些东西你输入进去之后，你才有办法让 AI 给你一个专属于你个人化的建议。不然说真的，你去网络上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广泛性的建议，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很切身的去帮助你去处理你的问题，或是很及时的回应你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应该怎么跟大概怎么样跟 AI 互动？那 AI 会分析我其实是压力太大还是怎么样吗？如果说假设我以这个，像我在里面有分成3种啊，一种就是当冲的，然后波段的跟长线的。那我就直接概分成长线跟短线好了。那如果说假设你今天要长期投资一个部位好了，假设说我们就举台积电那假设你要投台积电前，你一定会对台积电有一些想法嘛。那我们刚刚举心理期待跟心理状态，例如说我想要在台积电里面取得1年年化报酬率是30% 好了，然后你的这个风险的承受度是我可以忍受它回档15%。那你就把这些东西输进去之后呢？这个要先跟 AI 讲。对，你要先把它设定好。然后他投资多少钱要跟他讲嘛？对，就是你要把都要跟他讲。然后你自己你的平常的个性是，例如说我是一个研究型的人，就是我常常都需要看基本面，然后我是一个很仔细的人，所以你给我的东西要到非常的细节，然后并且要挑出我在跟你对话中的盲点，就是这些你在意的事情，跟你例如说心理状态的部分，就是像。假设说我最近跟我的另一半吵架，然后他觉得说我赚钱赚太慢，所以我想要去把这个投台积电的钱转去投一些 AI 的成长股，然后他就会这个 AI 就会跟你说，你当初不是跟我说你要报3年，然后取得年化报酬率30% 嘛，然后你还跟我说你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但是你怎么因为你跟你另一半吵架之后，你就马上来改你的投资决策，就是他就会这样回复你。那短线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他还蛮严厉的感觉。对，所以就是我也会设计很多模板跟提示词啦，就是不管是盘前、盘中、盘后，就是这一些的状况都可以把它设计进去里面，这样子。您刚刚说的盘前、盘中、盘后。要再跟 AI 聊是要聊些什么啊？就是你在跟他谈的时候，你当下一定会有些疑问嘛。例如说，
盘前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已经持有0050这么久的时间了，我突然转去做台积电，我会不会例如说我会不会追高，我会不会 FOMO 有关策略的部分，对，或者是或者是心态上，然后或者是我在买台积电的过程中，我错失了其他股票的报酬，就是你的这些好奇可以跟他讲。那盘中的话，如果说短期的话，短线上的话，可能是你在进场出场的时候。那但是如果说假设比较中长线，就是你在爆单的过程。例如说，我看到最近这个美国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或者是韩国有一些 AI 相关的产业，或者是这个晶圆代工的产业起来了，那我这个现在在投台积电还可以吗？然后我现在的担心是，我很怕我现在买的这么高会被别人笑。在爆单的过程中的一些对于交易的或者对于心态上的一些问题跟他讨论，那他就会根据你之前对他的设定去跟你做讨论。因为我常在 Podcast 上面讲说，就是你在投资跟做交易的时候，什么时候投资的脑袋是最清楚的？就是你手上没单的时候。对，就没有心理压力。对。那这个在心理学上的机制就叫做预先承诺，就是我先告诉，就等于说以前的你来告诉未来的你说，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因为那在那个时候你手上没单，所以其实你心里并不会有那么多复杂的情绪，或者是你的脑袋并不会因为未实现的损益，然后感觉七上八下这样。AI 可以是一个教练，也可以是你自己过去的反射，对，然后就跟你做对话，因为是自己讲的话，而且 AI 它不会笑你，它也不是真的人，那你就可以把很多你不敢讲的话都跟他讲。重点是现在的成本也比较低啊，真的是很低，一个月几百块就可以了。OK， 那我想再深入问一下，比如说像投资人，除了自己跟自己心里的战争之外，其实有时候其实跟家庭有关系啊。比如说好了，我假设，比如说我跟 AI 已经讨论完，然后我已经觉得好，我心里承受得住，我想要开杠杆。那结果家人说你干嘛要开杠杆？那不是很危险吗？对，就是因为家人的那个了解可能不一样，然后这种不一样的金钱的那个状态，或者是我们说的金钱人格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因为我常常在自己的 podcast 也会分享说，因为我过去就是因为我父亲投资失利嘛，然后他是做融资，然后也赔了不少钱，然后结果我自己在刚毕业的时候，就10几年前做交易的时候，我也是融资，然后我也赔钱，就是我完全踏上我父亲的路。了解。对，然后所以甚至我现在在这个研究所研究的题目也是。怎么样？华人的男性怎么样去看待金钱跟价值这件事情？ Okay.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去了解到说，我现在跟家人在金钱上有不同的这些想法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像我自己的话，我想超越我父亲，所以我每次在下单的时候，我的交易心态上的缺点就是我常常会打太大的资金进去里面，你想赶快赢过？对，我可能明明就是只能打2倍的杠杆，我可能就会打5倍，或者是更多这样子，就是会不自觉的就一直会想打更多进去里面。之前很多新闻说那个质押钱都快被借光了，可能多多少少有听众观众也有讲说，我想要赶快脱离，然后想要赶快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我也想说，就是之前这个父亲没有给我们家人好的生活，我也想要去取代那个位置，就是我想要就是让我的家人可以过好的生活。但是当我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会开始慢慢放下。我有一次跟我妈在聊天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刚好大赔后的3到5年的时间吧。然后你说就刚毕业后，对，然后赔钱之后，然后3到5年之后，我们在海边散步，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你是不是前阵子赔很多钱？他怎么知道？对，然后我都没有跟他讲哦，他不知道，对，然后脸色铁青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很纳闷，我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说你那阵子的表现跟行为，还有这个心态，都跟你爸当初一模一样。对，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是觉得心里很这个七上八下，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又让我妈经历到一样的痛苦？因为那时候可能我妈要维持家计啊，带我们小孩。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妈说：“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赚很多钱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我可能不孝顺，或者是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孩子，或者是像爸爸那样子？”然后她只有回答我一句说：“你只要过得开心就好了。”对，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降低了很多我的在需要赚钱的焦虑感。所以我觉得跟家人去做核对很重要，就是你不能一直想象说
我觉得我爸爸需要这个，我觉得我妈妈需要这个，但是其实他们的需要跟你自己现在的需要是分开的。那在专业的术语里面，就是讲这个心理的界限啊，或者是彼此的课题是不同的，就是他们有他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那你自己当下，你可能像我现在有2个小孩子，然后我可能之后的生涯规划，可能跟他们的预想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建立彼此的界限，还有核对彼此的需求是很重要的。那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市场就起起伏伏嘛，就起来当然开心啊，那下来尤其是川普又讲什么话，或者是我们不管川普就涨多本来就会回档，然后就会影响到心理。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投资归投资，生活归生活啊，这个心理边界或是这种防线应该怎么建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去逼近就投资归投资，生活归生活，然后不要把焦虑带到生活上的这种感觉？这可以实际上可以怎么做？蛮喜欢的一个是叫做心理的资产配置，就是大家都知道说钱要做资产配置，但是很多人在心态上是没有做资产配置的。也就是我遇到很多就是遇到投资跟交易心态问题的投资人来的时候，他们通常是一天大概可能眼睛张开的时间，假设是18个小时，他们可能14个小时都在看股票，对，那剩下时间可能就是在做跟看股票相关的事情，就是都把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放在那上面，跟朋友聊天也在聊股票，对。那但是当你的这个心态上并没有把这一些你的生活的步调跟那个投资做一些切割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心情就会一直跟那个损益在上上下下波动。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在你的生活中去找很多不同你有兴趣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是会把你个人的兴趣跟个人的价值还有个人的信心啊，这些都跟投资的损益全部都绑在一起。对，亏损这件事情只是去反映你的投资假设是错的，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是不好的。但是很多人会说我亏钱我很差，但是其实你亏钱只是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这一个判断错而已，但是不代表下一个判断会错。但是很多人都是我亏钱之后，那我以后的判断都是错的。对，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价值，个人的价值跟这个市场的损益分开来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步调好的时候，反正你的投资跟交易的状况才会提升，因为你就是用你自己个人的心态去做交易嘛。简单说，你投资有 portfolio， 你的时间分配也有 portfolio。对，你可能去跑步啊、打电动啊，或者是去跟朋友聚会聊天。其实这个分配其实蛮重要的。你去做你有兴趣的事情，把你的注意力分散，那其实对心理健康都是比较好一点的。对，我觉得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注意力分散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常在听的一个金句就是那个时间花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嘛，或者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现在是注意力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你的注意力如果全部都放在这个投资跟交易上的话，可能第一你没有那么多钱，然后第二呢其实也没那么多行情。但是你把你的这个认知的资源，就是我们大脑。你想象一天就是从100分开始扣，你就是从早上开始去做很多决策啊，意志力的判断，然后忍住不卖或者忍住不买，这些其实都是要去扣我们大脑里面的那个分数。就是我们这个认知的资源是有限的。对，可是当你全部都用在交易上的时候呢，你到时候你就是会跟什么另一半吵架。像我以前比较不懂事的时候，赔钱可能还会对小孩子发脾气。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这样。第一次发脾气的时候就发现，我怎么对小孩子就是无缘无故发这种脾气，然后我就会知道说，我太专注在投资跟交易中的成败了，然后没有去忽略掉一些生活的部分。投资这件事总是就是很多杂讯，也很多讯号啦。那我们来谈心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后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重要的精力就是要把它留在本业跟生活上嘛。那投资当然也是很重要，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被股市的波动也榨干了。那如果给观众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希望他们记得和留下什么事情？我常常会分享的是你怎么生活就怎么交易，所以其实你的生活状况都会反映在你的交易状况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你假设说主管跟你交代一件事情，然后你的压力马上就来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交易的时候，也是你只要一遇到亏损，你压力就马上会上来。所以与其说你在市场中去赚赔，然后感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跟市场缴学费，不如你在日常的生活中里面，你就先去把这些东西去做自我的觉察跟调试。我在书里面有写到3个步骤，一个是探索、复原跟强化。那探索的部分呢，就是例
例如说主管为什么会给你任务的时候你就有压力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信心，或者是你责任心太强，这就是你了解这个状况嘛。那你可能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常常做不好，被主管骂。那在被主管骂之后，你怎么从这个被主管骂的状态恢复起来？这就是复原。那在你复原的过程中，你发现你一次比一次更好之后，你就把这个好的经验去把它累积起来，那就是强化。所以你只要从这个探索、复原、强化的这3个步骤，在你的这个生活跟交易投资里面去做到的话，那我觉得是会相辅相成的，就是生活变好，就有投资变好，投资变好之后，生活会过得更好，然后就会有一个算是正向循环的效果。其实不管是工作也是在做决定嘛，然后投资更是在做决定，而且那个是决定一直做，所以其实有点让我了解，就探索自己为什么会有压力。反正错都只是错在决定，而不是你这个人，所以你复原，然后你再强化，对，所以你生活上越来越会做正确的决策，你股市投资也会决策也会变强。那个决策变强的话，反过来你生活中的决策可能越来越精准，然后越来越能够抓到重点，这样子。OK， 了解。那我真的觉得心理上的一些强度跟你刚刚提到的韧性真的是很重要。谢谢跟那个尾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谢谢。